做占卜师，比如占星或者是塔罗，在香港一年的收入有多少？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是安贵妃。好久不见，是不是变化有点大呢？大家猜猜我现在在哪里？没错，就是香港。今天安贵妃要带大家领略不同的香港文化，那就是香港的神秘学。一会儿呢，我会和香港最著名的占星师塔罗师见面，具体是谁呢？你们要往后看才知道哦。那么，并且我还会采访他，揭秘香港的占星师行业内幕，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才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而且，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收藏、转发哦。好，那我们开始吧。Hello， 大家好，这位呢就是我说的特别厉害，香港最著名的占星师 Cammy。嗨，大家好。Hello， 大家好，这位呢就是我说的香港最著名的占星师，香港占星协会的会长 Cammy。Hello， 大家好，我是 Cammy。现在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来到香港的黄大仙庙，就在我们的身后。Cammy 姐，话说你可不可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黄大仙庙啊？黄大仙庙呢，其实就是以前在广州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道教的一个师傅叫黄初平，然后就是来到香港，然后出现了这个黄大仙庙。话说，你觉得黄大仙庙里面拜什么会比较灵啊？当然是黄大仙了，黄大仙庙嘛。除了黄大仙以外呢，它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财神啊什么的，然后也有一个月老像，所以呢，如果你要求姻缘的话，也是可以来这里的。那我们一会儿一定要去拜一拜月老。这个多年的单身狗，每次有月老一定要去拜一下。好，那我们就现在就进去吧，我们一会儿见。拜拜，拜拜。在这里呢，我给大家附上了参拜月老的方法简介，上面有关于月老的介绍，还有参拜的手势、方法等，方便大家截图保存。那么在参拜之前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洗好手，干净的手表达对神明的尊重，也象征着我们用双手迎接美好纯洁的爱情。之后呢，我们要按照图上的方法，将红绳夹在两只手的中间。不得不说，这个动作还是有一些难度的。那么月老的两边呢，分别有一男一女的铜像。如果你想要吸引男生，就去男生的铜像，把你的红绳在想吸引的对象脚下摩擦一下，之后呢，就绑在他和月老中间的那一个大绳子上面。那么最后一步呢，就是向月老虔诚的许愿，一定要跟月老说好你想要找的人具体是什么样的，让他在茫茫人海当中为你挑选最适合你的那一位。由于我的要求比较多，所以在那边说了好一阵。2000 years later。参观完黄大仙庙之后，我们来到了香港中央图书馆。据说这里有很多神秘学的藏书，大多集中在第9层和第3层。正如你们所见，这里有东方术数，例如推背图、风水等，也有西方的传统，例如塔罗、占星、魔法，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我真想待在这里不走了。重点是图书馆可以随便进哦。话说你们是不是都等不及听Cammy姐讲香港命理师的行业内幕？别着急，这就来了。Hello， 我们现在回来啦。那刚才呢，Cammy姐带我来到了香港中央图书馆。我们在里面呢看到了很多关于塔罗牌还有占星的书籍，都是中文的哦，让我感觉是非常的震撼。Cammy姐呢是香港占星协会的会长，同时呢也是美国 NCGR 的 Level 2的占星师。我们就是边喝茶，然后边和Cammy姐聊一聊，就是在香港来做神秘学的一些惊喜内幕哦。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好，那第一个问题，Cammy姐，就是你从事占星塔罗这个行业多久了？然后是兼职还是全职呢？就是正式做的话，应该2015年的时候开始做，所以到现在也
8年了，也快10年了。其实我是全职的去做这个，当然我也有做其他的那些不同的副业什么的。那如果想要成为一名比较专业的占星师，有哪些途径学习是比较正规的？中文的话，一般就是大家都很经常听到的，比如说洛大或者是新月，但是其实在国际上的话，会有更多不同的专业占星师的认证，比如说 ACGL 就是我去考证的那个，FAA 是在欧洲的，然后还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占星协会，AFA 是美国的，在1930几年的时候创立的一个协会，国内大家都听过的就是伦敦占星学院。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当然不可以不提就是我的母校，中国古典占星学院 STA。那开蜜姐，古典占星有没有就是在现代的环境下进行一些发展？就是我们现代人去学习古典占星，怎么让它符合当代的社会环境？就是其实在我们看古典占星的那些流传下来的文献的时候嘛，他们其实在描述的是一个事情，它可以走向的那个极端的情况是怎么样，而在中间其实我们还有其他不同的判断的法则是可以把它调节的。老实说，如果真的想要学古典占星，我会强烈建议你要找一个老师去带领你引领你。对，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些中英文的占星书籍可以推荐给大家？有一本叫做《当代古典占星研究》，这本就是作为一个入门的话是比较好，一看的话也会比较容易一点。那我也知道你平时呢也会用塔罗牌雷诺曼去占卜，那你喜欢用什么塔罗牌占卜？其实很多牌我都有用，比如说韦德、托特或者是马赛也有，然后就是看我那一刻有什么牌在手上面，我就用什么。开蜜姐，那你说学习塔罗和雷诺曼都有哪些书籍比较推荐呢？如果初学的话呢，塔罗的话我会推荐那个其实你已经很塔罗，然后雷诺曼的话就是那个雷诺曼卡牌圣经那个。刚接触塔罗时候也有看过，它是比较偏向于韦特塔罗的嘛。对，没错。但是呢，就是因为我对马赛塔罗以及古塔罗呢是比较有兴趣的，所以呢，当然也想借此机会呢，把这本呢《塔罗秘传》送给这个开蜜姐，因为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实用，书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关于每一张牌非常入门级的一个理解，也是比较精美好看的。然后正好也是开蜜姐的生日，所以呢，谢谢，就把它送给你啦。谢谢。那么开蜜姐，你觉得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那占卜师这个行业会不会被 AI 取缔呢？我觉得不会的，因为就是占卜师我们是一个以人为主的一个行业。那当然 AI 它有个帮助，就是说它可以帮我们给一些建议啊什么，但是最终就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每个人遇到不同的问题，还是需要就是我们互相的那个共情的一个情况在。好，那我们来最后一个重磅级的问题，就是做占卜师，比如占星或者是塔罗，在香港一年的收入有多少？这个真的就是要看每个人不一样，对，因为这个市场上它没有一个标准的那种定价，也是要看每个占卜师的那个年资，还有就是他自己想定的那个价格是多少。你想问的是不是想知道我一年的收入是多少？比如说全职做占星塔罗师的话，你的这个收入够不够你正常生活？在香港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因为香港的那个入境啊什么都会太贵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说一个数的话，我可以说就是不会超过，就是不超过10万，但是也会差不多这个价钱。好的。那么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更多关于开蜜姐的履历或者是她所提供的服务呢，也欢迎大家去 follow 开蜜姐的 IG， 我会把开蜜姐的网站呢放在评论区里面。开蜜姐呢现在也在授课，所以大家如果对占星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开蜜姐哦。非常感谢开蜜姐接受的这个采访，也非常感谢呢，就是开蜜姐带我在香港呢去游历神秘学相关的地点，所以呢，亲亲。终于回到宾馆了在我休养之前呢，我想和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行程。那么我们后来呢又去了一趟诚品书店，在那里呢发现很多正在售卖的中文版的神秘学书籍。其实当我们看见英文版的书籍时候呢，并不会觉得怎样，
因为我们似乎都已经习惯了外国人呢，他们出版这些神秘学的书籍，但是当你看到有中文版，就是那种感觉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呢，在诚品书店呢发现了这本神圣空间这本书，这个译者呢范章廷呢，他是我的这个朋友嘛，然后他是台湾人，他推荐我这本书来去告诉大家如何净化我们的工作环境以及气场，所以呢是一本非常非常好、非常实用的书。那么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呢，希望可以去购买支持，我真的很高兴能够在书店里面遇见他。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欢迎订阅、按赞、转发、收藏哦。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